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比特币在沉寂了1个月左右，迎来了一次小高潮呀，从44000直接拉升到了47000，接连着带着其他的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很多韭菜心态严重的人就又会犯职业病了，他们就会想，哎呀，现在该不该追高？该不该追高的话，这样吧。面具人，我把我今天的会员群里面的公告操作思路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相信你们看完我今天的这些思路，就会有一些头绪了。我这个可是把我的收费群里面的消息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哦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节目的第二个部分，我想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坊间传闻的一些消息面啊。先来给大家说一个看面具人的节目就能发财的消息吧。前天的节目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？不记得的可以去翻一下我的上一个节目回顾一下啊。我当时说的是以太坊在2800、2900左右，你闭着眼睛买，你就能赚钱。看，果不其然，看图，以太坊从我做节目叫你们闭着眼睛买的点位2900，直接暴涨到了3200，猛不猛？是不是看面具人的节目就能赚钱？只要你看了我那天的节目，2800、2900，闭着眼睛进场，你现在已经赚了很多了，对吧？嘿嘿，别急，各位观众，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把这个节目转发到 Twitter、Facebook、Discord 之类的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XA 植物类的蛋，以及一个特等奖啊，那就是500 USDT 的直接转账的大奖。OK， 我们来讲正题啊。我要来给大家公开一下我会员群的操作指南了。来看图，应该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左右，我发公告说今天看空，意思就是让大家谨慎一些，因为早上整个比特币大盘是有跌势的，包括其他的加密货币都有一定的下行。但是呢，我在研究了一下市场的买卖盘之后呢，紧接着又发布了一条消息，就是让大家注意45000这个位置，没过这个位置大家都别激动。然后呢，下一个图片就是说Matic 大家买了也还是不错的，因为 Matic 做短线波段和长期质押在 Taco 里面赚被动收益都是不错的。前几天看到我的节目有跟到 Matic 的观众朋友们也都赚到钱了，对吧？这一点我就不多做说明了，你们心里面都明白。所以说为啥要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看面具人的节目呢？因为一句话，那就是我看面具人的节目赚钱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只要你前几天看到了我的节目有操作 Matic 进场或者是做多，那你到今天肯定都是赚钱的啦，对吧？然后再看接下来我的一个消息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我在北京时间5点左右，比特币当时的点位是44839，我就紧急的给大家发公告，说的是这个位置有较大的资金进场，相当于兜底儿。目前散户的热情并不高，所以呢，机构还是会拉盘的。如果再出现阳线，就是继续注水拉盘。大家可以考虑入一些 cake， 因为我一直不建议大家玩比特币。当然了，大家想在这个趋势入比特币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我在今天大涨前就在会员群里面的公告紧急吹哨，然后呢，就在半个小时以后就出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比特币一柱擎天，从44000暴拉到了47000，甚至快接近48000。我当时吹哨让大家入的 cake 也暴涨了，你们看图看到了吧？都暴涨了吧？而面具人我是给会员都做到了在涨之前的极限入场点位，提醒大家赶紧买，接下来要暴拉了，对不对？别急，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，看图。这是会员群里面的会员单独咨询我的，25号他问我 Matic 应该啥时候抄底儿，我当时就告诉他1到 1.1 之间抄底儿都是没问题的，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对吧？ Matic 现在从1涨到了 1.25、26、27，爽得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26号的时候，他是62块钱入的 AXS， 撑到了28号以后，他怕跌想割，因为28号那天大盘包括整个市场都在下跌嘛，所以呢他就慌了，想割肉。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他没什么影响，别怕 ，hold 住。
结果呢，在29号的时候，他又来问我 AXS 还能再入不？然后我就告诉他，直接入，别等了，直接入。然后结果你们也都看到了 ，AXS 出质押了 ，AXS 暴拉了，从60涨到了87，爽不爽？直接涨了1/3还要多吧？啊，30%多的收入，相当于你10万就赚3万，10万变13万啊，就这几天时间，对不对？哼，这是不是无本万利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之前入了 AXS， 你把本金抽出来了，你拿你接下来的盈利不停的去操作，那你就是利滚利啊，无本万利，对不对？关于无本万利的这个概念，面具人我已经实现了好几次了，从这个海豹哥 AXS、XA、蛋糕币啊、平头哥都做到了带我的会员无本万利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去翻一下我的往期节目，看一看我当时推荐的点位啊。我的这些会员啊，听了面具人一句话就赚几万，甚至几十万的都有啊。而且呢，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经实现了无本万利。没办法，因为做节目这个东西呀，又要录制又要剪辑、压缩、上传、审核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办法保持高频率的更新。但是我在会员群里面不一样呀。我可以在会员群里面给大家及时的发送消息，你们也能非常及时的接收到我的消息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秀出极限的点位，最及时的告诉大家进场时机。因为聊天软件的及时性还是比较强的，它是属于强交互的嘛，所以各位观众想要最及时的跟进我的项目，以及了解到最合适的进场时机，加会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OK， 我们再来说一下消息面。今天的暴涨呀，很多人说是因为美联储放弃加息导致的。其实美联储说啥并不重要，你要看它做啥。美联储一会儿说加息了，一会儿说不加息了。大家搜一下往期的新闻啊，关于美联储加息不加息，这个美联储已经颠三倒四的说过好几回了，一会儿加了，一会儿不加了。但是从长期来看啊，美国加息是必然，包括全世界进入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必然。因为这个贫富差距一旦拉开啊，再加上媒体、教育，还有这个社会资源的垄断啊，这些富人肯定是不愿意跟穷人分享资源的，尤其是那些权贵，并且呢，权贵还想消灭资本家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说是想给你穷人分钱了啊，他们连资本家都不想给分钱。现在这个阶段是资本家攀附权贵，再割韭菜赚更大的钱。其实整个社会的发展路线也会经历跟中国社会类似的啊，先是资本家投靠权贵，跟权贵一块割韭菜，然后嘞把韭菜割完了以后，资本家就可以被拉出来杀猪祭旗了，这是必然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全世界都会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啊，美国加息是必然。这里呀，还有一个消息大家要注意一下，那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，美国的代表那个叫个什么戴奇据说是这个台湾的华裔啊，据说是很反共，但是嘞，这个戴奇呀，从他一上任到现在啊，一直都是在亲共，对中国各种各样的政策都在开绿灯啊。所以面具人我一直对这个华人官员是不怎么感冒的。说白了，咱们华人文化的根基就是逐利啊，就是说白了，有钱啥都好说，有钱了亲妈都能卖，知道不？你还真别说面具人我夸张啊，我告诉你，给500万让他把自己的亲妈卖了，我现在说，明天早上从我家排队就能排2公里开外，你信不信啊？这就是人性啊！尤其是这些他已经混到了那么高层的权贵我靠，我自己吃好的喝好的，我管你天下洪水滔天嘞！你死全家跟我有啥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死全家了，对我还有好处，你死了少一个人来消耗我的资源啊！当然了，除非你是那种底层的最低端的劳动力，没你干活不行的那种啊，那你还是要留你一条狗命的啊！这就是现实啊！其实关于中美贸易大家不用多想了啊。来继续说正题这个贸易代表戴奇将会在10月4日公布拜登政府的美中贸易关系战略。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端倪了。
这个美中贸易战略不是早就在川普时代已经制定好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是打贸易战呀，严打中国的贸易进口呀，对不对？严打中国的贸易倾销呀。那为何现在这个贸易代表戴琪，包括拜登政府又要公布中美贸易关系战略呢？说白了就是一项新的战略，并且呢是和原来的战略背道而驰的。在美中贸易关系不和之际啊，外界对这项宣布已经期待已久。说白了就是那些资本家权贵啊，非常期待啊两国和好，然后来互相勾兑割韭菜啊，走更加夯实坚实的这种国家权贵资本主义。大家不用期待啥了，到时候肯定是放松对华贸易政策的，因为你买我的，我买你的，大家互相勾兑才有利益呀，对不对？包括这个戴琪谈成一单贸易了，放松中国的贸易进来了， GDP 上升了，货也卖出去了，自己的提成也赚到了，对吧？赚上他个几千万几个亿，多好的，岂不美哉？这就是现实。那么中美贸易放宽松了以后，届时肯定会造成美股拉盘，间接的带动币圈上涨，因为这次筑底的资金量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大家注意，那就是今天大量资金进场比特币，让面具人我也有些担心，因为接下来美中贸易放宽松了以后，这些老板们、资本家们就会趁机把这几天筑底拉盘的资金抽出来，顺便割一波追高的韭菜，然后拿这些钱去趁着贸易宽松去进货，去做实体贸易去。听懂了没？当然了，他们肯定是不会抽自己的股票，他们肯定是先割币圈，不会割股市的，毕竟股市是他们的安家立命之本。所以呢，币圈的变化还是风云莫测的，你不到最后一刻都很难做出判断。这样吧，有最新的消息我都会像在图中显示的那样，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发公告公布的。如果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的观众朋友们，就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祝你好运发大财。